大家好，今天向大家播报《菲律宾历史简本》这本书，希望你喜欢。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点击链接购买此书。《菲律宾历史简本》。菲律宾拥有丰富多样的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的占领和各种文化的影响。从土著部落到外国入侵者，菲律宾的岛屿有一个漫长而迷人的故事要讲。本书将探讨菲律宾的历史，从最早的部落迁徙到帝国的兴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该国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通过结合原始资料和学术分析，读者将全面了解菲律宾及其人民到今天的漫长而多样的旅程。一、简介：菲律宾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国家，拥有数千年前丰富而迷人的历史。该国位于西太平洋，由7107个岛屿组成。菲律宾群岛最早的一支居民是内格里托人，该国后来受到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菲律宾拥有多样而复杂的历史，众多的统治者和文明在该国的文化和历史中留下了印记。从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占领，菲律宾见证了各种文化和统治者经过其土地。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菲律宾的历史，以及这些影响如何说明塑造今天的国家及其人民。二、菲律宾的背景。菲律宾是东南亚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力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古老的历史。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人口超过1亿。菲律宾的历史被认为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万年，当时这些岛屿首次由内格里托人和南方人居住。到西元前200年，江南岛屿的人开始向这些岛屿迁移，建立了定居点并发展了复杂的文明。在16世纪，这些岛屿被西班牙人殖民，他们统治了群岛近4个世纪。在此期间，菲律宾采用了殖民统治体系，西班牙文和天主教作为首选宗教。菲律宾还受到西班牙的军事统治和殖民统治，导致数百万菲律宾人死亡。19世纪末，菲律宾被割让给美国，美国随后建立了殖民政府。在此期间，菲律宾经历了广泛的现代化，包括引入民主政府、英语教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1946年，菲律宾在经历了4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后，终于获得了独立。从那时起，该国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尽管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菲律宾在棉兰老岛南部地区面临政治动荡、经济不稳定和持续冲突。尽管如此，今天的菲律宾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力的国家，经济稳步增长，文化充满活力，历史悠久。3、菲律宾历史概述。菲律宾群岛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的移民、殖民和战争。菲律宾已知最早的定居者可以追溯到江南岛屿的人，他们大约在3万年前抵达这些岛屿。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群岛上出现了许多文明和帝国，包括中国唐朝、苏禄伊斯兰苏丹国和西班牙殖民时期。在西班牙探险家到来之前，该群岛被划分为许多部落酋长领的和王国。伊斯兰教是通过苏禄苏丹国传入的，并在14世纪传播到整个地区。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天主教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菲律宾皈依了基督教。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被割让给美国，1935年成为联邦国家。从1941年到1945年，菲律宾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经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军事统治，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完全独立。从那时起，多位总统当选，该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时期。今天，菲律宾是东南亚一个民主和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该国还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例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人口超过1亿。菲律宾的历史。菲律宾的历史悠久而多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菲律宾人是几千年前抵达现在菲律宾的南岛语民族的后裔。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近400年，直到1898年才将其主权割让给美国。第2次世界大战后，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独立。菲律宾已知最早的居民是 Negritos， 现代菲律宾人的祖先。据信，
他们早在3万年前就已经到达了这些岛屿。大约在西元前300至200年，江南岛屿的民族开始迁移到这些岛屿，带来了农业技术、社会结构和语言。这些移民被认为是当今菲律宾人的祖先。从9世纪开始，菲律宾是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中心，将这些岛屿与中国、印度和中东连接起来。在16世纪，西班牙人抵达菲律宾，并迅速殖民了这些岛屿，建立了天主教政府，并引入了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到1898年，美国在非美战争中击败了西班牙人，导致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菲律宾成为美国领土，一直处于美国统治之下，直到1946年实现完全独立。从那时起，该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时期，尽管它也受到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的破坏。今天，菲律宾是一个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是世界上种族和语言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人口超过1.04亿。菲律宾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充满活力的文化，今天仍在不断发展。前西班牙时期，菲律宾的前西班牙时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标志住这些岛屿的第一个已知土著。菲律宾最早的定居者被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来自东南亚，定居者是狩猎采集者，居住在遍布岛屿的小而分散的村庄中。到10世纪，各种民族语言群体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组织，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做法。这些群体分为2大类：低地和高地民族。低地人民大多是商人和农耕者，而高地人民大多是狩猎采集者和森林居民。到12世纪，一些高地民族开始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如苏禄苏丹国和通多王国。这些社会发展了复杂的社会，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在此期间，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这种贸易向菲利普家族介绍了各种商品和思想，如陶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到1500年代中期，西班牙殖民开始在菲律宾，标志住前西班牙时期的结束。前殖民时期的政治结构。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之前，菲律宾群岛的政治制度由各种土著部落制度组成。这些部落系统是分散的，通常由多个等级结构组成。政治结构因岛屿而异，但总的来说，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律独立管理。在前殖民时期的菲律宾，最普遍的政府形式是拿督或部落酋长，他们在部落中拥有最多的权力和权威。拿督负责做出决定，解决争端，并为他的人民提供领导。他还负责与邻近部落谈判和执行条约，并经常是宗教仪式的领导者。前殖民时期菲律宾社会的其他重要头衔包括巴贝伦或萨满，他担任精神和宗教领袖。巴贝兰负责执行仪式和仪式，解释预兆和梦境，并充当部落和他们的神的中间人。贝兰还负责维持社区的精神平衡。贝兰通常是一个女人，她的知识和智慧受到尊重。拿督和巴拜兰人得到了其他重要领导人的说明，包括阿加芒或村长，他们担任顾问并对社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National 或贵族阶级在前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社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统治的拿督和他的人民之间的纽带。除了当地的部落酋长外，岛上还出现了其他前殖民统治者，其中包括苏禄和马经达瑙的穆斯林苏丹、梅尼拉和宿务的拉贾人，以及其他酋长。总体而言，前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社会高度分散，以部落为基础，具有各种政治制度和等级制度，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各不相同。然而，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这个系统最终被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所取代。前殖民经济体系。菲律宾的前殖民经济体系以商品和服务的易货贸易为基础。这种前殖民时期的贸易体系是欧洲殖民之前菲律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易货系统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都很重要。在这个系统中，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是在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完成的。易货交易方法可包括双向贸易中的货物和服务交换，或以货物换取其他货物的3项贸易。例如，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可能用铁矿石换取另一个公司的大米。易货系统用于促进菲律宾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如中国、
印度、泰国和印尼之间的贸易，这使菲律宾能够获得当地无法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易货贸易制度的一部分，菲律宾的前殖民经济体系还包括使用油金、银或铜制成的商标或拜拜。这在前殖民时代是一种货币形式，使交易者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交易。菲律宾的前殖民经济体系也以小规模农业为特征，这包括刀耕火种的实践，这是一种古老的耕作技术，用于将前方或其他土地区域变成适合作物种植的田地。这是前殖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使用，尽管它已被改编为更具可持续性。总体而言，菲律宾的前殖民经济体系在该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它为未来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最终被16世纪欧洲人的到来所打乱。前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菲律宾的前殖民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在占领这些岛屿的众多文化群体中各不相同。这种结构主要由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众姓组成，每个阶层和众姓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和责任。前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主要基于等级结构，达图或酋长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拿督是社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政治、宗教和战争领域的领导者。精英的其他成员是 Matanul 或贵族成员，以及 Maharlika 或自由民。在这些之下是 Timawa 或下层平民，他们被期望向拿督进贡，并根据需要提供工作力或物品。前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还包括一些宗教组织，如 Babaylan 和 Taotao。Babaylan 是社区的精神领袖，而 Taotao 是萨满，他们使用各种仪式和实践与精神世界交流。前殖民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用 Barangay， 这是组织成称为 Barangay 或村庄的较大单位的小型定居点。这些人由拿督领导，负责管理当地。菲律宾的前殖民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在占领这些岛屿的许多文化群体中各不相同。尽管组织存在差异，但整个群岛都出现了共同的要素，例如等级结构、宗教组织和 Barangay 的使用。总的来说，菲律宾的前殖民社会结构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奠定了基础。菲律宾的历史。菲律宾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斗争的历史。该群岛一直是众多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所在地，并见证了各种不同的殖民大国。菲律宾已知最早的居民是 Negritos， 据信大约在3万年前到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更先进的南岛人所取代。他们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抵达并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从16世纪开始，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西班牙人试图增加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300年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建立了天主教传教所，并在岛上引入了新的法律和习俗。在此期间，菲律宾经历了一段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并成为天主教人口蓬勃发展的中心。1898年，菲律宾终于从西班牙手中赢得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很快就被美国接管了。美国的占领从1898年持续到1946年，在此期间，美国人实施了各种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公共教育和建立电子政府。菲律宾人民也经历了美国的压迫和剥削统治，并在此期间发动了几次起义。1946年，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从那时起，该国面临住许多挑战，包括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南部的长期叛乱。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菲律宾仍设法保持东南亚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并继续现代化和发展。西班牙殖民。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始于16世纪，当时欧洲探险家斐迪南德·麦哲伦偶然发现了这些岛屿，他声称他们为西班牙王冠，使他们成为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在300年的殖民统治中，西班牙人对菲律宾人民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西班牙人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当时 Magellan 和他的船员在宿务岛登陆。西班牙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很快开始遍布整个岛屿。他们引入了基督教，并开始使当地居民皈依天主教。西班牙人还建立了一个基于恩科门达制度的政府体系，该制度赋予他们对当地人口的控制权。西班牙人还引入了许多新技术，例如灌溉系统、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他们还修建了道路和基础设施，并引入了新的法律法规。西班牙人还创造了一个由菲律宾本土人组成的特权阶层，被称为 Principalia， 他们被授予特权和权利。在其殖民时期，菲律宾经历了几次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例如1587年的通多阴谋、1621年的坦布洛特起义和1744年的达戈霍伊叛乱。然而，这些起义最终被西班牙人镇压。西班牙殖民时期于1898年结束，当时美西战争导致菲律宾移交给美国。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独立。时至今日，菲律宾仍保留住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许多文化和语言影响。官方语言仍然以西班牙文为基础，许多菲律宾人仍然信奉天主教。西班牙殖民主义的遗产也继续塑造住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9. 西班牙政治结构。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的政治结构始于1565年西属东印度群岛的建立。这个殖民地由西班牙帝国组成，旨在将西班牙文化和法律带到菲律宾。这为发展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使西班牙对其殖民地拥有很大的控制权。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基于一个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分为3个主要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部门由西班牙王室和总督组成，总督由国王任命并担任殖民地的最高官员。行政部门由总督领导，负责执行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司法系统由一系列法院和法庭组成，最高法院是省法院。西班牙殖民政府还有许多其他部门，例如军队，负责保护殖民地免受外国威胁和维护秩序。此外，还有被称为市政厅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城镇的日常事务。这些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存在，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当时美国控制了菲律宾。然而，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遗产将在未来许多年继续存在，也为它建立的许多系统和机构今天仍然存在。10. 西班牙经济体系。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对该国的经济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班牙征服者带来了各种经济结构和法规，旨在使西班牙王室及其公民受益。西班牙殖民时期始于1565年在菲律宾建立贸易站，1571年正式殖民。在此期间，西班牙人实施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旨在确保资源和财富从殖民地流向祖国。这种治理体系也允许西班牙商人控制菲律宾的经济。西班牙人还强加了一个朝贡系统，用于从菲律宾本土人民那里提取资源。这种制度要求菲律宾人民以税收、工作力和商品的形式向西班牙王室进贡。此外，西班牙人垄断了某些商品的生产，如烟草和大米，这迫使菲律宾人为从祖国进口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菲律宾还受到一些经济法规的约束，例如1785年的皇家法令和1810年的皇家法令。这些法令禁止菲律宾人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并对可以进出口的商品数量进行了限制。西班牙人还实施了强迫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菲律宾人被要求在西班牙拥有的庄园、种植园和农场工作。这种劳动制度对菲律宾人民具有高度剥削和压迫性，也为他迫使他们长时间工作以获得低工资。西班牙的经济体系对菲律宾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为他给该国留下了贫困和剥削的遗产。尽管该国此后采用了更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西班牙殖民主义的遗产至今仍在菲律宾挥之不去。11. 西班牙宗教影响。16世纪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对该国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班牙人将天主教带到了群岛，并使其成为主要宗教，这标志住西班牙宗教影响的时期的开始。该时期将塑造菲律宾人民未来几个世纪的信仰。西班牙人利用天主教作为控制人口和传播其文化价值观的手段。他们建立了几个宗教秩序，如方济各会、多明尼加人、奥古斯特、伊尼安人和耶稣会士，以传播基督教。传教团被派往偏远地区，将基督教带到偏远的村庄，并努力建立教堂和学校，向民众传授天主教。西班牙人还试图通过引入欧洲习俗和信仰，将其文化价值观强加给菲律宾。
这导致了西班牙和本土信仰和习俗的融合，将传统的菲律宾信仰与天主教的教义融合在一起，这产生了具有深刻宗教层面的独特菲律宾文化。直到今天，菲律宾仍然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西班牙的遗产可以在当地居民仍然遵守的许多传统中看到，这些包括庆祝宗教节日、祈祷仪式和礼拜活动。天主教会仍然是该国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力量，其影响力可以在政府政策、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看到。菲律宾的历史，该群岛最初是由南岛人定居的，他们在4世纪从台湾迁徙而来。他们建立了佩拉克土著王国和纳马扬王国，这是该地区最早的文明之一。这些岛屿后来在16世纪被西班牙合并。西班牙对这些岛屿的殖民化给菲律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和语言影响。1898年，菲律宾在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领导的革命后从西班牙获得独立。菲律宾随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直到1946年获得独立。从那时起，该国经历了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包括1970年代的戒严时期。菲律宾人民以其热情好客和热情而闻名，使该国成为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菲律宾革命。菲律宾革命也被称为他加陆语战争，是一场反对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起义。革命始于1896年8月，在万岁，自由万岁。菲律宾革命是亚洲最早成功的殖民解放运动之一，为1898年的菲律宾独立宣言奠定了基础。革命由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和独立领袖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领导。阿奎纳尔多在1890年代参与了反殖民运动，并于1895年建立了被称为 Katipunan 国家之子协会的革命运动。由菲律宾爱国者组成的 Katipunan 迅速普及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战争期间，寡不敌众、装备简陋的菲律宾革命者在一系列的战斗中与西班牙殖民军队对峙，他们最终能够将西班牙人赶出该国，并于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独立。菲律宾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菲律宾的社会和政治，并继续被人们铭记为菲律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象征。尽管菲律宾自独立以来面临斗争和挫折，但菲律宾革命仍然是菲律宾身份及其争取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的起因。菲律宾革命始于1896年，是西班牙殖民统治几个世纪的结果，由菲律宾个人和组织领导。革命是一些不满的高潮，包括土地拥有权、税收和政治代表权问题。西班牙人给菲律宾带来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允许富有的地主控制大部分耕地，这不仅造成了富裕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且使农民难以获得他们需要耕种的土地。农民也被征收重税，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此外，西班牙人还拒绝给予菲律宾人政治权利，如投票权，而是偏袒居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公民。此外，西班牙人还施加了宗教限制，例如限制非天主教徒担任公职，这遭到了那些想要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人的强烈抵制，导致几个宗教教派的形成，例如菲律宾独立教堂。此外，西班牙人还限制了菲律宾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这进一步限制了他们获得政治权利和自治的能力。菲律宾人民的不满最终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中达到顶峰。该革命由包括安德烈斯·波尼法西奥、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和卡蒂普南在内的许多个人和组织领导。革命于1898年以巴黎条约的签署而告终，该条约使菲律宾从西班牙独立。巴林塔瓦克战役。巴林塔瓦克战役是1896年菲律宾革命的重要爆发。1896年8月26日，菲律宾民兵组织 Katipunan 与西班牙殖民军之间发生了战斗。这场战役是革命的转捩点，见证了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结束。巴林塔瓦克战役始于卡蒂普内罗斯对西班牙军队的突然袭击。
这次袭击由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将军领导，发生在巴林塔瓦克的场地上。巴林塔瓦克是位于马尼拉郊区的一个小村庄。这场战斗是用刀、棍棒和波洛斯进行的。波洛斯是卡蒂普内罗斯人常用的一种砍刀。在巴林塔瓦克战役中，卡蒂普内罗斯人设法用他们的人数和战斗技巧压倒了西班牙军队。战斗结束后，卡蒂普内罗斯宣布菲律宾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巴林塔瓦克战役被认为是菲律宾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每年在菲律宾举行纪念活动。这提醒人们卡蒂普内罗斯的勇气和足智多谋，他们为菲律宾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自由而战。这场战斗也是菲律宾人在面对压迫时的韧性和毅力的一个例子。15何塞·黎莎的处决。何塞·黎莎 José Rizal 是菲律宾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于1896年被行刑队处决。他出生于1861年，直言不讳地批评西班牙政府，并撰写了许多关于菲律宾改革需要的文章和文章。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民族主义者。黎莎于1895年因颠覆活动被捕，最终被判犯有叛国罪和煽动叛乱罪。他被行刑队判处死刑，并于1896年12月执行了死刑。黎莎的处决对菲律宾人民及其争取独立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激起了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并鼓励人民继续与西班牙殖民统治做斗争。他的处决也成为菲律宾人民的战斗口号，并激励许多人拿起武器反对西班牙人。在审判期间，黎莎宣布自己是烈士，并自愿接受死刑判决。他的处决现在被视为勇气的象征，也是菲律宾人民面对逆境的力量的有力榜样。黎莎的遗产今天在菲律宾继续存在，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仍然受到许多人的研究和钦佩。他被人们铭记为菲律宾独立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和烈士。每年的12月30日，人们都会庆祝黎莎日，以纪念他的处决。菲律宾这个国家的遗产和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古代马来、波利尼西亚和西班牙裔影响的混合体。结论：菲律宾的历史非常丰富多样，充满了胜利、悲剧和抵抗故事。从群岛的早期定居者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到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及其遗产，再到美国支持的现代政府及其正在进行的与贫困和腐败的斗争，菲律宾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洞察力。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学会欣赏这个多元化国家的复杂保守和文化，并对当今的菲律宾有更深入的了解。